这是这一次开海捕鱼的第一次放网啊，希望接下来能有个好的收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哥哥，今天是开海捕鱼的第一天啊。第一天我们就准备出外海去捕鱼了，毕竟也是休海休了3个半月啊。然后这一趟就准备去外海放网，这么久没有去外海放网，肯定里面的鱼货会比较多的。期待着大货多多，大红包多多吧。然后现在准备把装备给收拾一下，就出发过去船上那边了。今天早上剩下的渔船不多了，去近海的已经出发了，就剩下几艘要去外海的了。我们近几年的刚开海捕鱼都是先去外海放一次网先的，毕竟这么久没有去外海捕鱼了，外海的渔获相对会比近海要多很多的。这艘船从这里开到去外海的那一边一个小岛，应该也是要2个小时左右，也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小岛，距离这个渔港大概也就是要10几海里吧，差不多。开海捕鱼的第一天啊，天气特别的晴朗，感觉还是挺兴奋的。这么久没有出海放网捕鱼了啊！到达外海这边啊，海水立马变成天蓝色，海天一色的，挺漂亮。这一边也已经是有渔船在这里作业了哦。好的，找准位置，然后把网放下去了。今天是有个6000米的渔网啊，要分成4个网放下去，也就是一个网大概是有个1500米左右的渔网，但是放的也都是小网啊，没有大网，毕竟这个季节的大货不多，所以主要放小网，看能不能捕多一些小剥皮鱼跟夹鲫鱼之类的吧。去年的这个时候小剥皮数量比较少啊，但是不知道今年的数量怎么样啊？因为每年数量比较多的品种也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一趟算是试试水吧，看哪一种渔获数量比较多，下一次就往那个位置放过去。因为每一种渔获它经常游动的位置也都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现在所有的网也都是放完了。船也是刚停泊在小岛的这附近，好久没有看到这深蓝的海水了。停泊下来又休息了一会儿，准备做个晚餐了。毕竟是中午的12点后才开海捕鱼啊，所以出来的也是比较晚。晚餐也已经下去煮了啊，先喝几杯功夫茶润润喉。也已经是有个3个半月没有在船上喝茶了。一开海捕鱼，这种大铁船也是出来捕鱼作业了。这种是放笼子的。好了，晚餐也是煮好了，先把晚餐吃一下吧。吃完晚餐也要再等一下，等到太阳完全下去再过去拉网。现在的太阳也是比较早下山了，现在也才6点钟，太阳也是准备下到海平面下去了。也是有挺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外海这边看海里面的日落了，依然还是挺漂亮的。刚好也是有一艘小船从日落那里开过去。好了，太阳全部下去了，准备把船只给启动一下，然后就把固定船只的船锚给拉上来，就准备过去拉网了。也是希望能大丰收吧。这个网就放在小岛的这附近啊，直接开过去就到了，把网拉上来。这也是今年开海捕鱼以来的第一个网，这么久没有在这个位置放网啊，我猜渔获应该还会挺多的吧。好了，现在网也拉上来了，今年开海捕鱼的第一个网，希望接下来也是收获满满吧。终于来了今天的第一条渔获，是一条小剥皮鱼哦，一条小剥皮跟一条夹鲫鱼。这样子来看，好像第一片渔网收获也不算多吧。又来了一条小剥皮跟一条夹鲫鱼啊，4条渔获了。夹鲫鱼学名叫2长鳍鲷，而小剥皮的学名叫做绿鳍马面豚。这一种是原生小剥皮鱼啊，价格在剥皮鱼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一种了。第一片的渔网拉完了，看拉上来多少渔获啊？几条小剥皮跟几条夹鲫鱼，还有一条小剥皮被螃蟹给咬烂掉了。然后继续拉第2片渔网吧。看来今年的小剥皮跟夹鲫鱼数量比较多，而且看起来挺肥的。不过现在确实也是这2种鱼的旺季，只是现在的价格怎么样还不知道。也是要等回去卖了才知道能值多少钱吧。但是小剥皮一斤60几块钱是肯定少不了的。夹鲫就便宜一些，夹鲫应该也是有个30块钱左右。
目前小剥皮数量比较多，具体价格的话，应该还是要等回去卖了才知道啊。毕竟也是刚开海捕鱼的第一次放网，别人也是还没有拿去卖呢。今天日落后的晚霞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吧？海鲤鱼来了一条啊，今天的第一条海鲤鱼。海鲤鱼也叫做红鱼，学名是叫做赤带飞鲤，还挺肥的。现在的海鲤应该也是正当季，肥度还可以呀，拿来不管清蒸红烧，应该都是挺好吃的。而且海鲤是盛这个蒜瓣肉的，肉质细嫩。甲级鱼，海鲤应该也是40块钱左右一斤。目前暂时还是没有值钱的鱼货过来啊，而且鱼货也不算特别的多。但是这样的数量来看，应该也是不算少吧。相比去年的刚开海捕鱼来看，应该是数量差不多而已啊。但是去年没有这么多的小剥皮鱼，去年的小剥皮数量非常少。按照目前这样的数量来看呢，数量还可以吧，不算少了。而且拉上来的小剥皮还是比较大条的呢。海星也来一个，开海捕鱼以来的第一个大海星啊。不过这种大海星我们不要，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。哦，来一条大货哦！没想到小网还拉上来一条大货呢，突然就来了这么一条尿兜鱼哦。尿兜鱼啊，也叫做披肩藤，价格不高啊，现在应该20-30块钱应该有。不过处理尿兜鱼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啊，它肚子里有个尿袋，把它割破，全身就臭了。所以处理尿兜鱼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慢慢的把它挖出来。只要处理得好啊，尿兜鱼肉质还是挺不错的呢。特别是它的鱼头一点都不会比石斑鱼的鱼头差，肉质也是雪白雪白的。再来一条这种海鲤鱼，这种海鲤鱼好像有的地方也把它叫做二须公，因为有2条胡须。海鲤鱼我还是挺喜欢吃的，肉质还挺不错。鱼够肥的时候，连它那个鱼油也都是红色的呢。但是吃这种东西都是个人口味的问题，也有人觉得海鲤鱼不好吃啊。这个位置的小剥皮还是挺多的，看来下一次放网要放到小剥皮经常游动的地方去。香头也来一条啊，今天的第一条香头。现在这个季节应该也是小香头的季节啊，目前数量不多，目前收获也算还行，但是就是还差了那么一点值钱的鱼货过来啊。龙虾、海红斑什么的暂时还是没有遇到啊，特别是山刀鱼好久没有捕到了。石雕的话倒是偶尔会有来个1-2条，山刀鱼好像这2年都没有遇到过吧，好像是哦。看看今年的运气怎么样吧，能不能捕到多一些大条的山刀鱼，毕竟山刀鱼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呢。继续来小剥皮鱼啊，这种小剥皮鱼皮比较薄，肉比较多，而且在小剥皮鱼的品种当中算是比较好吃的一种了，鱼干也特别香。所以这种原生小剥皮价格相对其他的小剥皮价格高一些，小剥皮的品种也挺多的。泥猛鱼也来一条啊，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一条哦，开海捕鱼以来的第一条泥猛鱼，看起来算是挺大条的吧。像外海的这种野生大泥猛都是2-3条1斤左右的规格啊，肉质相对会比小泥猛要紧实一点。现在的泥猛鱼看起来是挺肥的哦，毕竟也算是正当季吧。只要鱼够肥啊，怎么做都是挺好吃的，清蒸红烧都行。小剥皮我就比较喜欢拿来红烧啊，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淡，所以比较容易入味。又来了一条这种海鲤鱼啊，二须公。哦吼，这边倒是3条小剥皮一起过来哦。看来今年的小剥皮数量还是偏多一些的。下一次出海放网应该就要放到小岛的旁边，捕到的小剥皮应该数量就会比较多。其他的鱼货数量也不算多哦，都是这种几条那种几条而已啊。先把这些鱼货装起来，拿去冰箱那边保鲜吧。毕竟现在的天气还算是比较炎热，鱼先拿去保鲜，质量好一点。虽然是大晚上啊，但是天气还是比较热，鱼还是比较容易变质的。2条加鲫鱼，加鲫鱼啊也叫做盘仔鱼，也叫做沙沙，学名是叫做2长鳍鲷。
因为它的背鳍有2条长刺特别的长，所以叫做2长棘鲷，属于鲷科类吧。但是长不到非常的大条啊，像这种2、3条1斤的算是比较大条的了。普遍比较多的都是4条左右1斤的规格，这样的规格已经算是成年了，跟小剥皮差不多大。小剥皮属于比较显重的，因为小剥皮的肚子比较大，内脏比较多。加急的话拿来香煎一下，然后再煮热酱油水，味道就挺不错的呢。还是小剥皮鱼啊。哟，这边英格鱼倒是来了一条啊，今天的第1条。拉了这么久的网才来一条这种英格鱼啊，也不大吧，有个半斤左右应该有的。今天的小剥皮都是3条左右1斤的规格，也算是比较普遍的规格了。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啊，但是肥嘟嘟的，肥度还行。今年的小剥皮就要比去年多很多了，去年拉一个网才上来几条而已，这一个网都不止了。今天目前这一个网应该拉了有个7、8斤上来了吧，也能值个好几百块钱了。连小八爪也拉上来了一个啊，大家看一下。怎么突然感觉现在有点风凉凉的呢？这才第1个网，不会后面要刮风吧？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挺晴朗的呀，不会又不准了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反正还有那么多网没拉上来，慢慢拉就是了。按天气预报来看，即使今天有风也是不会很大的，毕竟最近没有台风，应该也不会多大的风过来的。但是如果后面的风太大，就先停下来咯。这一个网差不多也是接近尾声了，拉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啊。今天的第2条柠檬鱼，毕竟这一个网拉上来鱼货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拉这一个网用的时间也是相对会长很多啊。加急鱼也不少哦，看来下一次也可以把网放在加急比较多的地方。4个网的话，就2个放在小剥皮比较多的地方，而另外2个就放在加急经常游动的地方，这样子收获应该就会比较多一些了。相比现在来说吧，应该会多一些的。应该也就剩下最后的2片鱼网没有拉上来而已了，越拉越轻了。来的基本全是小剥皮鱼啊，还有几条加急鱼。除了这2种鱼货之外，其他的鱼货数量都是相对少很多啊。咦，这边火点鱼倒是来一条哦，今天的第1条。还挺大条的啊，应该有个8两到1斤左右的规格。英格鱼也来一条，最后的这一点网倒是来一点其他不一样的鱼货，有个小半筐的鱼货吧。就这样子，然后这一个网也是拉完了，把这些鱼货给冲洗一下，然后就装起来放到冰箱那一边去保鲜，然后就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南澳岛彪哥，还要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开海捕鱼的第1次外海放网捕鱼哦。